不，有没有卫生纸？有没有卫生纸？这个嘛，真的假的？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我们连着说了2期比较沉重的话题啊，那我们今天来缓一缓啊，来聊一个下三路的话题。为什么只有人类需要擦屁股？要说人生最闹心的事啊，莫过于上厕所不带手纸。第二闹心的事可能是上厕所手机掉坑里。当年穿越鼻祖项少龙穿越回秦朝的时候，第一件最困扰他的事，既不是回不到现代也不是再也见不到女朋友了，而是秦朝还没有发明纸所以他只好用一块木片来刮屁股。搞得我当年看《寻秦记》的时候，总在想项少龙的菊花后来有没有得到妥善关照。可是为什么这种困扰似乎只属于我们人类呢？动物好像都不用擦屁股啊。其实严格来讲呢，动物也不是不擦。比如说我们家那只小狗菠萝方便完之后，偶尔就会在地上拉屁股。再比如说猫咪做清洁的时候，除了洗脸也会顺便舔菊。但是呢，它们也都不像我们人类这样几乎每次上完厕所之后都不得不擦一擦。那么在做完了一番认真的调研之后我认为人类之所以必须要擦屁股至少有生理构造、生活习惯和心理情感这3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人类在生理构造上天赋异禀。人类这个物种可以说是拥有地球第一翘臀，有2块非常发达的臀大肌。都说柯基有翘臀但那都是修毛修出来的。其实我们人类的屁股才是天生丽质而这样2块硕大的臀大肌之所以进化出来呢，它主要的功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2腿直立的物种在跑步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你可能听说过我们的屁股之所以那么翘主要是为了支撑我们直立行走。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你可以试试在走路的时候把手放到屁股上去感受一下光是走路的话呢，臀大肌其实是放松的，是软的，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但是只要你一跑起来，那2块臀大肌就会随着你跑步的节奏有规律的收紧。4足动物跑起来的时候是不太需要考虑平衡的问题的，4脚着地怎么都很难摔倒。但是我们人类呢，只有2个与地面接触的支点跑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摔倒。而臀大肌的功能呢，就是在跑步的时候精准控制人的身体平衡。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发达的臀大肌的话，我们虽然还能够愉快的站着，但是大概率是不能够愉快的跑起来了。我们知道人类祖先最重要的捕猎方式之一就是靠强悍的跑步能力熬死猎物。人类之所以这么能跑除了因为我们的汗腺非常善于散掉跑步产生的热量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臀大肌的出色工作。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我们人类今天能够那么样的繁荣昌盛能够统治地球，屁股上的这2块肉必须要记上1等功。但是呢，这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代价那就是这2片硕大的臀大肌配合上我们骨盆的结构就把菊花给深深的包裹了起来。其他动物的菊花和臀部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所以呢，粑粑很少有机会能够粘到屁股上。但是人类的菊花是处在一个凹面的最凹处那粑粑就非常容易粘在屁屁上了，这也就活该我们每次方便完都要擦屁股了。而这也引出了人类必须要擦屁股的第2个原因那就是现代生活习惯的改变这里呢，我特指的是从蹲着方便到坐着方便这样的一个转变。想要让粑粑粘在屁股上的概率变小，那最直接的手段显然就是要让屁股上那个凹面尽可能摊平嘛。那方法呢，就是蹲蹲下来，菊花与屁屁之间形成的大概率就是一个钝角，而坐着呢，大概率就是锐角。那么哪种姿势粑粑更加容易粘在屁屁上，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今天这些坐着方便的现代人，比以前那些蹲着方便的人大概率是更加需要擦屁股的。这可能也是为啥近几年擦屁股专用的湿纸巾越来越流行的原因所以项少龙在穿越之前可能是需要认真擦屁股的，但是回到秦朝之后呢，可能真的用木片刮一下也就行了。没准很多古代人就是不擦屁股的。其实呢，也有研究发现用接近蹲着的那种姿势方便的时候，肠道的角度比坐着的时候是更加有利于排便的。所以有一种建议是，有便秘问题的人如果要坐着方便的话那可以试试拿个脚凳把腿给抬高，这样就可以把坐姿往蹲姿靠近这会很有帮助的。那人类必须擦屁股的第3个原因呢，就涉及到心理层面了。我们人类可能是地球上最怕脏的一个物种，脏东西是非常容易让人类犯恶心的。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程里几乎超越了所有我们看得见的天敌。但是呢，有一个看不见的天敌，直到今天还在非常严重的威胁人类的生命，那就是各种致命微生物。直到今天，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还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那么在过去的进化史上，在跟这些细菌、病毒的进化博弈过程里，人类的祖先就演化出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心理特征，来尽可能保护自己少受这些微生物的侵害。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对各种各样可能含有致命微生物的东西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情绪，也就是恶心的那种感觉。那非常容易引起人的恶心的情绪的，就包括人身上流脓的伤口腐烂的肉还有就是粑粑了因为粑粑就是滋生各种致命微生物的一个高危污染源。很多动物其实都有保持自己的身体和住所清洁的本能它们也不想粑粑粘在自己的身上，粑粑出现在自己住的地方但是有些心理学家推测，人类对此是最为在意的。所以呢，从这个层面来讲，擦屁股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查找到的关于人类为什么要擦屁股的一些原因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关于前面讲到的臀大肌的作用，更多的内容请大家参考丹尼尔·利伯曼大神的书《锻炼》。关于人类为什么那么容易恶心这方面的更多内容，请大家参考心理学家雷切赫兹的书《这太恶心了》。我是魏之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持续输出我的3大爱好：心理学、读书和电影。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这对我非常重要。那这期节目里涉及到的参考文献，我都放在了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谢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不准跪！这哪是打我的屁股，这明明是打您的脸。